醇亲王都病重了，臣实在想不出皇太后有任何理由能阻止皇上与醇亲王见一面。皇太后一向就格外防着醇亲王以朕生父自居，也不让朕与醇亲王亲近。骨肉至亲这4个字，对皇太后来说，反而是犯了她的大忌。皇太后也不至于这么不近人情吧？皇上何须如此瞻前顾后？朕是担心，万一请求不成，就再难开口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就得想个办法，先探探皇太后的口风，也好让皇上心里有个底。来，走。哎，春儿，今儿没工夫聊了，我求你件事儿。你说说看，只要我办得到，肯定帮你。哎，醇亲王病重，万岁爷愁的觉也睡不着，膳也进不香。那你劝劝万岁爷呀。这怎么劝呀？万岁爷就想见醇亲王最后一面。那老佛爷不会不答应吧？哎，不是不答应，万岁爷是根本就不敢问他。那我能帮你什么呢？总不能我来问吧？这倒是，我只是想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请你探探老佛爷的口风，行吗？哎，我知道老佛爷把万岁爷养这么大，不愿万岁爷惦记着自个儿的亲爹亲娘，这我可以理解。但是不让人家亲父子见上最后一面，这也说不过去。那可不。我不敢说我一定能办到，可是你放心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探探老佛爷的口风，好了吧？好，我就知道你会帮我。走。老佛爷赐给谭鑫培的药，奴才已经送到。谭鑫培虽在病中，仍然磕了3个头，感激老佛爷恩典。他还说了什么没有啊？他跟奴才打听，问上回13担进宫承旨玉堂春，不知老佛爷怎么就恼了，把13担也几乎吓出病来了。其实这事儿也不怪他，其中的缘故你告诉他了吗？奴才说了，都怪那句唱词：“苏三此去好有一比，好比羊入虎口，有去无还。”老佛爷属羊，一时间听得刺耳，所以就恼了。其实什么？回宫的路上，奴才瞎想了一个主意。今后如果再唱《玉堂春》，只要将“羊入虎口”4个字儿改成“鱼儿落网”，不就成了？好比那鱼儿入网。可以，这主意还不错。春儿，那另外一句你也改改吧。啊？哪一句啊？翠屏山的最狠不过妇人心，听着可太惹气了。那就改成最好不过妇人心。那故事就乱套了。哦，这回出去，奴才还瞧见一桩新鲜事儿。六如班出了一位新老生，叫于宝奎，据说好的不得了，如今可是当红炸子呢。哦，这我倒要瞧一瞧。是，那奴才去通知他预备起来，请老佛爷点戏。头一回入宫承职，不点戏了，让他捡最拿手的来演就行了。是。于老板，哎呀，小李公公吉祥！快快请起。我今儿是私出进宫，被人看见怕不方便。再说咱们又是同行，不用客气。请。请。早就听说小李公公风采不俗，今日得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于老板，您太过奖了。哪里，今儿能听您说说戏，实在是难得的机会。说戏真不敢当，我不是做科的出身，要说功夫啊，比你们班子里的名角儿那可差远了。哎，别这么说，都知道老佛爷懂戏，可是江湖上的角儿多了去了，可老佛爷
就专听您一个，这怎么能比呢？老佛爷是懂戏，可他老人家要想听这江湖上名角的戏也太难了，所以平时啊，就靠我们这些荒腔走板的三脚猫哄着老佛爷开心。哄老佛爷开心，很不容易吧？这个不容易，多半是外面人猜多的。其实要我说呀，老佛爷一定没有戏园子里的座儿难伺候。那您给说说，宫里都有什么讲究啊？老佛爷是不是真爱听老生戏？都说他喜欢做宫戏，是不是真的？看来您呐，把老佛爷的脾气摸得很清楚了。哪儿啊，还差得远呢。我现在啊，真是如履薄冰。这些年下海也见过不少世面，可自打宫里下诏以来，我好几天睡不着觉啊。哟，这个不行，您一定得休息好，蓄足精力，这样嗓子才跟着人走。哦，小的明白了。我想再问一下，我进宫里唱哪出合适啊？比如说您带着班子下济南，第一次人也不熟，第一天您会唱哪一出啊？肯定是四郎探母啊。好，看来咱们是所见略同，就这出戏了。瞧你的眼睛，还肿得跟桃似的。一出戏嘛，也能让你哭成这样。戏假情真，杨四郎的遭遇太可怜了，让人不由得替他伤心。离家10多年，只能见老母亲一面，就得急忙走，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。杨四郎虽然离家10多年，可辽国那边的太后啊、公主啊，不也都是对他情深意切的？话是不错，可骨肉亲情，毕竟让人心里放不下。看来你很明白杨四郎的心境啊。也不能全明白，毕竟他比奴才更惨。
这怎么说呀？奴才的娘虽然死得早，但是我一直在娘的身边，而且，娘在临终之前，终究是瞧见了我才咽气的。春儿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和你养母的感情这么深厚，你为了她的病连性命都豁出去了。假如你亲生母亲还在的话，那你还会老是惦记着想要去见见她吗？春儿虽然记不起亲生母亲的样子，不过要是让我知道我的亲生母亲快要死了，而且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见上一面，那我也会像杨四郎一样，不惜盗令箭、闯宫门，也要去见上一面。为什么？毕竟她生下了我，就算这辈子报不了恩，也该去表一表心意呀。那你意思是，绝不愿意让她怀着遗憾离开人间了？其实春儿是不愿意让我自己怀着遗憾离开人间。你还要啊，还要啊，真是没个够。你这个小不点儿真招人疼啊！哎，昨儿个太医院进呈了醇亲王的脉案，看来是很不好啊。你看过了吗？是，儿子瞧了，是不好。昨儿晚上，我想起了很多陈年往事。我这小叔子，跟他的六哥恭亲王一样，都是当年和我们两宫太后共过患难的，对大清朝也没少出力。如今病得起不来，不能进宫，那也没别的法子，就只能我去他府里亲临侍疾了。皇额娘要亲临侍疾，这是罕见的恩典。以醇亲王的身份，这恩典应该给。不如这样吧，你也陪我去。啊？怎么，你不想去？愿意，儿臣当然愿意。既然是亲爸爸的意思，儿臣愿意伺候亲爸爸一块儿去。999步，到这会儿才走了一多半呢。来，皇帝，咱们接着走。躺着躺着。皇太后、皇上亲临侍疾，奴才感激涕零，只是不能磕头了。又不是在上朝，何须这么多礼？我跟皇帝都很惦记你。什么都别想，只要好生养着，早日康复，再回到朝中，辅佐皇帝。奴才怕是不行了。皇太后，我能叫你一声四嫂吗？原是一家子骨肉至亲，七爷你爱叫就叫吧。
四嫂，我将在天托付给你了。这叫什么话？别忘了你在皇帝4岁的那年，就已经把他托付给我了。是奴才病糊涂了。皇上要孝顺皇太后，千万孝顺皇太后啊！是。这是奴才的遗折，原本是在奴才死了之后才能递进宫去的。想不到皇太后赏了奴才这么大的恩典，领了皇上亲临，奴才就将这痴心一瞥亲手交给皇上吧。皇帝呢？兰琴伺候着万岁爷梳洗呢。老佛爷，醇亲王福晋到了。奴才恭请圣母皇太后万福金安。平身，平身，妹妹坐吧。谢皇太后。你们都退下吧。妹妹，这一向身体可好啊？有劳皇太后惦记，奴才很好。咱们姊妹多年不见，正该好好聊聊，不用这么客气，倒显得生分了。生分，能不生分吗？打40年前姐姐进宫之后，你就再也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好姐姐了。你心里装了多年的话，这就说吧。我是想说，可我说什么呢？我说，我恨透了你，夺走我的亲生儿子，就像刀子割我的心肝一样痛吗？我说，我20年来以泪洗面，日夜不安。我说，我跟我的亲生儿子咫尺天涯，却连见一面都再也不能啊！姐姐，我滴滴亲亲的亲姐姐，你的心是肉做的吗？你害的可是你的亲妹妹啊！我怎么害了你了？你的尊荣富贵是谁给你的？你有丈夫，有儿子，有亲人，在你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想到过？你的这个姐姐，给你荣华富贵的姐姐，我得到了些什么呢？除了孤独的、冷清的、没有尽头的漫漫长夜，我才是一无所有。我夺走你的儿子，可是我给了他大清朝的天下，给了他20年精心抚养培育的心血。我的亲妹妹，问问你的心是肉长的吗？你恨的可是你的亲姐姐。全天下的人都可以怨我恨我，唯有妹妹你没这个资格。
万岁爷居然能去给醇亲王送终，这事儿是你的功劳吧？没有啊。得了吧，打看戏那会儿看你哭成那样，我就知道八成啊是为了这事儿。晴雪姐姐，你知道啊，可你一丝声色都不露啊。知道也装作不知道，这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。是。哎，我是管了闲事了。姐姐，你怪我吗？不过这事儿啊，倒让我明白，你和我都是希望老佛爷和万岁爷能和和气气，母慈子孝。可是咱们的李大总管啊，姐姐，你真忠心。忠心倒也谈不上，我只是有些可怜老佛爷。可怜老佛爷？一个活泼又美丽的女人，20多岁就守了寡，没过几年又死了儿子。这世上人再多，他知心知意的，也不过咱们3两个奴才。皇太后又如何呢？在我看来，只是描金箱子白铜锁，外头好看，里头空。姐姐，那你将来出宫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？粗茶淡饭，平平常常的日子。哎，对了，兰琴要我告诉你，万岁爷感谢你。哎，好了，别说了，好像有人来了。老妾啊，还有什么话，现在就说吧。老爷，老妾，你说什么？老爷啊，老妾，老爷，别着急。老爷，天命。你说什么？天命属于我儿子吧？六哥，怎么样？王爷！老佛爷，根据皇太后您吩咐制作的万寿点景画稿，已经完成了一小部分，请皇太后过目。依咱们的筹划，要从西华门一直到颐和园的数十里路上，咱们要用各种彩绸搭建60多处彩棚、戏台、牌楼，以及各种亭台楼阁。这些点景工程已经预备齐全了。老佛爷，您看，还有哪儿不满意，奴才再让他们去改。差不多就得了。
省得那些言官又嫌咱们太铺张、太糜费了。哎呀，老佛爷，今年万寿节可非比一般呐！花甲之年，6是整收啊，那就算是平常百姓家，也要为老人风风光光的庆祝一番呐。更何况是母仪天下的皇太后呢？哼，我怕我没有过寿的兴致啊。老佛爷是说，咱们跟日本在朝鲜杠上了，不要紧，谈呗。要是日本那边太过无礼，咱们不打也不成啊。哎，为了今年的万寿节，内务府都筹备2年了。哎，奴才保证，会跟乾隆盛世万寿时一样风光热闹。所以啊，原则就是不要开战，尽快合议解决才是啊。老佛爷，您别担心，春儿一定天天恳求菩萨保佑天下太平，让您过一个平平安安的60大寿。应朝鲜国王之请，李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、太原总兵聂士成率淮军驰援朝鲜。从鸭绿江到平壤，我军一路所向披靡，乱军望风而逃，不战自溃了。现在，东学党之乱已平，我军屯驻于崖山，叶志超即将撤兵回国。那日本人呢？他们到哪儿了？启禀皇上，日本人的军队从仁川登陆，一路进军，现已占据了汉城附近的诸多战略要地。他们不听劝阻，派兵入朝，摆明了就是公然挑衅。皇上圣明，根据他们的兵力部署判断，日本人来者不善。东学党之乱一平，日本人不仅没有撤兵，连日来还在不断增兵。现在朝鲜境内的日本兵力大约已近1万人。为什么？日本人提出要与我大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。共同改革内政。我想他们分明是想借此机会挑起事端。皇上圣明，立刻传令李鸿章：第一，增兵朝鲜，兵力要足以抗衡日军；第二，保持克制，咱们绝不先行动武，但是要严防日军寻衅。遵旨。爷，您这干嘛呢？找东西。你要找什么，吩咐一声，奴才帮你找就是了。哎，找着了，就是他。爷，这是什么漆啊？也忒脏了点儿，我去给您洗洗。说什么呢，傻东西！去，给我找根棍儿去。啊？给我找根棍儿去。奴才不明白，也给讲讲。这是法兰西军旗，是10年前朕的一员爱将送给朕的战利品。10年前，奴才还在乡下放牛呢。那年，朕也才15岁。当时法兰西国进犯西南，骑都尉丰子材
侵略军在镇南关决战，冯子材当时是68岁的高龄，亲自冲锋陷阵。这面军旗，就是他在大破法军的阵前夺下的。来，这冯军奴才倒是听说过。你也听说过？你那会儿不是在放牛吗？回万岁爷，这位冯老将军可有名了，说的把他大战镇南关、收复文渊州的事儿编成书，奴才小时候就听说过。哦，可是万岁爷，今儿个你怎么突然念叨起他来了？刚才你不是听见兵部说的朝鲜战况的事了吗？唉，又要打仗了，奴才只恨自己卑贱，不能为万岁爷分忧。是，又要打仗了。我大清上一次打赢洋人，已经是10年前的事儿了。但朕并不担忧，朕盼望着打赢这一仗。你刚才说的，倒是提醒了朕。全天下的百姓都盼望着朕再打一次胜仗。朕一定要打一次胜仗！老佛爷，根据皇太后您吩咐制作的万寿点景画稿，已经完成了一小部分，请皇太后过目。啊，依咱们的筹划，要从西华门一直到颐和园的数10里路上，咱们要用各种彩绸搭建60多处彩棚、戏台、牌楼，以及各种亭台楼阁，这些点景工程已经预备齐全了。老佛爷您看，还有哪儿不满意，奴才再让他们去改。唉，差不多就得了。省得那些言官又嫌咱们太铺张、太糜费了。哎呀，老佛爷，今年万寿节可非比一般呐！花甲之年，60整寿啊！那就算是平常百姓家，也要为老人风风光光的庆祝一番呐。更何况是母仪天下的皇太后呢？哼。我怕我没有过寿的兴致啊。老佛爷是说，咱们跟日本在朝鲜杠上了，不要紧，谈呗。要是日本那边太过无礼，咱们不打也不成啊。哎，为了今年的万寿节，内务府都筹备2年了。奴才保证，会跟乾隆盛世万寿时一样风光热闹。所以原则就是不要开战，尽快和议解决才是啊。老佛爷，您别担心，春儿一定天天恳求菩萨保佑天下太平，让您过一个平平安安的60大寿。哎呀，大哥关在房里大半天了，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呢。是不是在用功呢？或许吧。他以前也总这样，不管读书还是作文，较上劲儿了就不管不顾了。也不知道他是跟谁较劲儿呢。灵儿，哟，顺大爷来了。青云，
郑大爷。莲儿，你大哥呢？你来的正好，大哥关在房里大半天了，也不知道在做什么，叫他也不理。我想我应该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文秀，请战的奏折写好了吗？你们都快赶上催卷的考官了。你还说呢？你自己在房里写字写的兴起，可把我们给担心坏了。我这儿赔罪了。行了，快去备酒，我要和你顺大爷啊好好喝一杯。哎，来，去吧。好一个论详啊！不战而起和，非构何也？实纳降也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此战之大利也。今若拱手让大利，倭奴得之，必一贪、一骄、一勇，而亦敢于勒兵寻信。好一篇痛快淋漓的文章啊！文章是好，不过这措辞是不是太激烈了？不，与日本这一仗一定要打。现在朝中主和派的声音压倒一切，文章措辞不激烈，如何与之抗衡？对，主战派为什么说不过他们，就是因为说的不在理上。而文秀这篇文章真是鞭辟入里，求和就等于求败，就等于投降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我这一蹴而就的文章修辞方面粗糙了点儿？正好，才女在这儿，让她来帮我润润色吧。你轻易不写文章，一写绝对是一鼓作气，浑然天成。词句方面绝对没有可改的地方，只是我觉得杀气有点重。我也不懂你们的事儿，瞎说而已。这样，你们先聊，我去给你们准备下酒菜。文秀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酸啊？说。好，这次这个折子，你别上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我打退堂鼓？就因为青云说杀气有点重？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说不上，而是由我去上。你上？这份折子代表的是咱们一群人的观点，你上还是我上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。虽然这次争端在战和2点，但别忘了，其实争执的双方就是帝后两党，两党对立存在一天，到最后一切争论都难免变成党争。而唯一能调和双方的人就是老师。你现在是老师的女婿，如果你冲在最前面，将来老师如何从中稳大局、平内讧？你说的对，这道折子是应该由你来上，是我疏忽了。不过，将来这主和派的重拳乱棍，就都会落在你头上了。不要紧，我这个人不怕吵架，就怕没架吵。不战而起和，非构何也，实纳降也。大胆顺贵，你目无刚纪，居然说出这种以下犯上、大逆不道的话来！皇上，顺贵虽然胆大，却不敢忤逆犯上。臣万不得已进呈此折，判以狂妄之言上达天听。战事未动，先论议和，此乃兵家之大忌。此时议和，乃是置国家社稷于不顾。微臣以为，此时妄谈议和者，皆是国贼。那如果朕也主张议和呢？主张议和的大臣是卖国之臣，那朕岂不就成了卖国之君了？你但说无妨，朕恕你直言无罪。依微臣看，任何人都可以赞成议和，而独独皇上不可以。
为什么？求和也好，求降也好，所伤的国威国体是皇上您的威严体面。只要不打仗，对于亲贵臣工而言，都是省心省力的便宜事。所以，皇上万不可被他们所蒙蔽啊！起来吧。谢皇上。顺贵，你们的忠心和苦心，朕都明白。你所说的国威和国体，在朕看来，不是朕一个人的颜面，而是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的尊严。所以，朕又怎么会议和呢？朕意已决，只要日本人敢打，朕就陪他们打到底。皇上圣明。怎么了？小六梳头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拽疼了老佛爷的头皮。哎，你可别犯傻，又去求什么情？我知道，这阵子老听说要打仗，老佛爷的脾气格外急躁。你瞧瞧，茶也不香了，点心也不对了，瞧什么都不顺眼。我还得想着法子让他们变花样去，否则又得有人挨打了。我先走了。好。老佛爷，瞧瞧今日刚到的寿礼，精致的很，看看吧，全当散散心了。老天爷就没让我舒心的过上一回整寿，这事儿一想起来便揪心。40整寿啊，我记得是甲戌年，日本派军队占领了台湾，谈来谈去的，就是在过寿那前后，还是赔给了日本一大笔军费。50整寿那年是甲申年。哦，那一年和法兰西国又在安南打了起来。就在临过生日的那时候呢，传来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消息。好不容易活到60整寿了，可以好好的过一回了吧？没成想又跟日本闹起来了。想必朝廷也能体谅老佛爷的心情，指不定万寿之前，这议和就谈妥了呢。难着呢，朝廷里没有顶门里户的主心骨，不好谈呐。老佛爷，奴才刚外头4级班学了一出新戏，唱腔好听着呢，讲的是唐朝杨贵妃的故事。春儿想伺候老佛爷一段，请老佛爷指点指点。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，难得春儿一片孝心。老佛爷，您就……
哎呦！可是，如果我们撤到这儿的话，如果人他要是如果敌人攻上来，这日本人攻上来，我们怎么办？是呀，绝不能够了。来，二爷慢用啊。大哥，咱们干嘛非要宣战呢？这会儿宣战都晚了。怎么呢？就好比两个人打架，咱们这儿还心里嘀咕着不敢动手呢，人家已经痛揍咱们好几拳了。春儿，你说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咱们是该还手呢，还是再忍忍？那要说两个人打架，咱们就是8尺高的汉子，那日本只不过是5尺不到的小矬子，他还真敢跟咱们打呀？你说对了，他日本就是个小矬子，可问题是人家心肠狠。下手重，拳头又硬。咱们呢？咱们到现在都犹豫不决，又怕挨打。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被人打死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那看来这一仗真的是不能不打了。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最多也只能查到这些。不过，从这几处军队上的调动来看，恐怕日本是准备好，诚心要打这一仗。可是李鸿章已经在谈了呀。谈也得有诚意才可能谈得下来。倘若人家根本就是诚心挑衅、诚心打仗，咱们却还一头热的盼着议和，以为准打不起来，那才是真的危险呢。前日，日军攻入朝鲜皇宫，拘禁朝鲜国王，意图扶植大院军李刚硬篡位。果然开始帮朝鲜改革内政了。这帮跳梁小丑，这笔账，朕慢慢跟他们算。这2天战事如何？昨日在丰岛海面，我运兵船高升号遭日本炮舰突袭，高升号中弹沉没。船上有多少官兵？死伤多少？船上运载2000官兵，其中900人遇难。那日本军舰呢？我们打沉他们的船没有？启禀皇上，高升号原系商船，并无足够火力与敌舰交战。那就是惨败了。海军呢？北洋舰队呢？日本为什么会如此轻易打沉我们的船？日本人不宣而战，我军猝不及防，而且李鸿章严令北洋舰队不可出港应战。为什么？李鸿章说，北洋舰队炮慢船缓，
与日本联合舰队正面交战，殊无胜算。笑话！我北洋舰队船坚炮利，号称世界第8、亚洲第1，连一个区日本小国都打不过。我倒要问问李鸿章，他到底还能干什么？回皇上，连日来李鸿章正紧急敦促英、美、俄等国从中调停，望能以和谈化解战端。和谈，和谈！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，还要和谈？顺贵说他是卖国贼，我看一点都不假。你马上严令李鸿章和北洋水师不得群巡为一，准备出海迎战。遵旨。皇太后，儿臣已明下旨李鸿章，让他至少做好战争的准备，可他却千言犹豫，仍寄望着靠协商和议来解决。他对儿臣的旨意简直就是敷衍了事。今天一早，兵部收到电报，日本偷袭崖山，两军交战已经是一触即发，此刻不做决断，恐怕为时晚矣。皇帝，起来吧。战。原来皇太后方才早已做了决断。皇太后圣意，儿臣这就下旨宣战。嗯。万寿节的事可怎么办？这个不起来怎么办？荣大人，怎么样？真开战了？慌什么？啊，有什么可慌的？这老佛爷期待60大寿万寿节，也不是1年2年了。我想他李鸿章不会不清楚吧？依我看呐，战也是为了和，不战就和不下来。那咱们这万寿庆典的事儿，哎呀，放心吧，啊，不用停下来，继续筹备，啊，去吧。这就放心了。荣大人，这个我就放心了。谢皇上。启禀皇上，这是这几日朝鲜的战报，快呈上来。这。寿武宣武们主将阵亡。阵亡者是谁？启禀皇上，阵亡的是头品顶戴建威将军、高州镇总兵左宝贵。朕记得，在入朝诸将中，只有他与朕通信，力主南下出击，清剿日军。只可恨李鸿章非要求问，先立守局。臣听说，左将军出阵前就穿好了朝服，披御赐黄马褂，配御赐双眼花翎，一直在城上督战，还亲手发炮轰击敌阵。
朕明白了，他是下了必死的决心。接下来，朕要亲自祭奠他。这最新的战况如何？战报还未到，不过臣听说陆路军队从昨天开始后撤，但原因却不明。要查明，如果是临阵怯战，要严惩。海军呢？海军今日正在与日舰交战。什么？已经开打了？能赢吗？日舰船坚炮利，船速与火炮均强于我，胜负恐难以预料。不，朕的北洋水师是不会输的。就算撤回鸭绿江，还有天险可守，辽东门户他进不来。就算他是从海上打过来，咱们还有旅顺口，还有威海卫。我大清朝10余年的心血尽在此役。是，朕的北洋水师绝不会输。